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今晚要讲的3个故事，它们都发生在同一种地方——便利商店。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永远亮着灯、不眠不休、藏在城市角落的小盒子。每个人都走进去过，却没有人真正记得自己在里面遇见了谁，听见了什么。但有些夜班员工，他们记得太清楚了，像是重播的谋杀画面，永远打不开的厕所门，还有出现在清单上的名字，不是顾客，而是他自己。今晚就让我告诉你这3件事。听完之后，你走进便利店的时候，会不会多一份警觉呢？监视器另一端，循环播放的死亡。我在这间便利商店值夜班已经2年了，说不上特别喜欢这份工作，但至少安静，也没什么人会在凌晨3点多特地跑来买东西。除了偶尔几个喝醉的大学生，或是拖着疲惫身体的清洁工人，这里就像是被世界遗忘的一块角落。但那天凌晨，我第一次感到有什么不对。那晚店里安静的过头，连冰箱的压缩机声都小到近乎无声。我照例端着泡面坐在柜台后的高脚椅上，一边盯着墙上那几个监视器荧幕。这是我的习惯，不是为了什么工作要求，而是说不清，有点像某种本能。所有画面都如常，只是第3个荧幕的右下角闪了一下。我眨了眨眼，看得更仔细。那是店门口的摄影机，拍的是入口与第1排货架之间的走道。我一开始以为是画面延迟，但画面竟开始重复播放同一个片段。一名男子走进店里，拿了一瓶矿泉水，然后突然有另一个人从走道尽头冲出来，拿起剪刀狠狠刺入他颈部。男子倒下，鲜血喷洒在货架与地板上。然后画面跳回男子刚进门的瞬间，我愣住了，心跳开始不受控制的加快。那不是录影回放的界面，也没有快转、暂停或倒带的按键，就像是摄影机在自己重播某段死循环。我盯着画面看了将近3分钟，那段刺杀的过程重复了4次，每一次都完全一样，男子的表情、动作、血液喷洒的弧度，全都如同复制。我起身走到门口查看现场，地板前进，货架整齐，那瓶矿泉水依旧摆在同样的位置。我走回柜台，再看荧幕，重播仍在继续。这次我努力去看刺杀者的脸，画面太模糊了，那人穿着黑色帽 T， 头低着，根本看不清五官。直到第5次重播时，他略微抬头了一点点，那张脸我似曾相识。我僵在原地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那人是我。不可能，我坐在这里没动。但画面里的人确实有8成像我，身形、发型，甚至连习惯将帽 T 袖子拉到掌心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我连忙切换其他监视器，发现其他画面全都正常，只有那只摄影机仿佛被卡在某个时间循环里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走出柜台，直接爬上梯子检查摄影机。摄影机外观没什么异常，我关掉电源又重新启动，再回到荧幕前观察。这次画面恢复正常了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可能是机器故障、影像串流出错之类的技术问题。我逼自己不要多想，继续吃我泡软的泡面，但安心的感觉没能维持太久。凌晨3点27分，有人推门进来。那个人身形高瘦，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帽 T， 袖子拉得长长的，盖到手指关节。我抬起头，与他四目相对。我认得那张脸，我完全说不出话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饮料区，拿起一瓶矿泉水。整个过程和监视器里的重播一模一样。我想喊他，却发不出声音。当他转身往柜台方向走来时，我下意识往旁边退开一步，但他没有靠近我，而是笔直走过我面前，走向走道尽头。我在监视器里看到他出现的位置。我猛地转头，想看看那凶手会不会出现，但走道是空的，只有他自己站在那，低着头，静静的不动。几秒后，他缓缓转身回来，
脸上多了一抹诡异的微笑，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。我不自觉倒退几步，手搭在收音机旁的紧急铃上。你看到过我了，对吧？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点情绪。我全身颤抖。你是谁？他露出牙齿。我是你。那一刻，我真正看到他的脸，不只是长得像，是我自己，几乎像是照镜子一样的自己。只是他的眼睛是空洞的，像两个塌陷的黑洞，没有光，没有感情。我失控地按下紧急铃，但毫无反应，连声音都没有。我掏出手机想打给经理，但荧幕上是静止的画面，停在3点33分，就像时间冻结了一样。他一步一步逼近我，我疯狂地后退，撞翻了货架，瓶瓶罐罐哗啦落地。我跌倒在地，他伸手抓住我脖子，力道之大令我几乎窒息。就在我以为要被杀的那一刻，画面一黑，四周完全没了光。接着我再次醒来，在柜台后，泡面冒着热气，汤还没喝完，监视器画面正播放着一名男子走进便利店，拿了一瓶矿泉水，然后被一个人从后方刺杀。这一次我的心跳如肋骨般跳动，却没有丝毫迟疑。我站起来，走出柜台，穿过货架，走到画面中显示的位置。当我来到那个走道尽头时，我看到那个男子走进店里，动作和重播里一模一样。他的样子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是我之前在荧幕里看到的那个被害者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瞳孔扩大，那是我自己现在的脸。我低头看见自己手里拿着那把剪刀，画面再次一黑。然后我在柜台醒来，这已经是我第几次重复这一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每次的开始都相同，每次的结局都重演，我就像被困在某种诅咒里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凶手还是受害者，是目击者还是影像的一部分。我只知道，每当凌晨3点33分，便利店的那只监视器就会重播一场谋杀，而我永远在里头，或杀人，或被杀，仿佛这整家店根本不是人间的一部分了。厕所门外第3间隔的低语者。我在这间便利商店工作已经3个月了，算是新人。老实说，轮到夜班的时候，我总有点不自在。虽然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因为太安静了，不是什么诡异的事。直到那晚，我才知道，有些安静其实是为了让你听清楚某些本不该听见的东西。事情发生在凌晨2点30分，我刚清完地，正准备走到后方的员工厕所抽根烟。那是一个小小的走道，尽头有3间厕所隔间。照理说这段走道白天会开灯，但夜班节能省电，所以只有微弱的感应灯会偶尔亮起。而那晚灯没有亮，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进去，空气有种潮湿的霉味，就像很久没有人来过。我正准备进第1间，忽然听见一点声音从最里面的第3间传来，是轻微的咕噜咕噜声，像是有人在喉咙里咕哝。声音低到几乎是喘息，但确实存在。我愣了一下，问：有人吗？声音瞬间停了。我等了几秒，又走到门口试图敲门，但手才刚举起来，整个走道的感应灯忽然亮了起来。我吓得往后退一步，灯光照亮了第3间厕所门板与它上面的一块旧旧的贴纸，贴纸上写着红字：维修中，请勿使用。我这才想起，刚进来时店长有说过，第3间隔间坏了好一阵子，锁也坏了，门总是关着，理论上不该有任何人进得去才对。但我刚才听见声音了，我确定那不是风，不是水声，而是像人在低声说话的声音。我推开第1间，进去坐下点了根烟，告诉自己没事，只是自己太紧张。结果正当我抽到一半，突然听见门外有人走过，脚步慢慢拖过每一间隔间门口，那声音像赤脚踩在湿滑地砖上的声音，啪啪啪。我身体僵住，屏住呼吸，脚步声停在我这一间外头。我甚至能听见门板那侧传来呼吸声，一下一下，很低沉，像是什么东西压在门上。然后
门下缝隙慢慢的出现了一双脚，细长、苍白，脚趾布满污垢。那双脚不属于任何我见过的活人，我吓得差点把烟咬断，脑中空白。那双脚站了一会儿，然后离开了。脚步声再度响起，消失在走道尽头。我等了将近3分钟才赶出来，外面空无一人，第3间门还是紧闭，但我发现门上的贴纸不见了。我不敢多想，赶紧回到前面的柜台。接下来1个小时里，我一直强迫自己看监视器，不要往后看，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去。直到3点50分，新来的夜班员工小刘来接班。他才来第3天，对店里的规则一知半解。他问我，那个厕所是不是坏了？里面有人讲话耶。我敲了门，声音还回我一句话。我心里一紧，第3间。他点头，对啊。我说，有人吗？他回我说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以为是你在里面开玩笑。我顿时感觉背脊发凉，因为那句话我在第1天夜班的时候也听过，当时我以为是听错了。我急忙把他拉出厕所走道，低声告诉他，听着，那间厕所是坏的，门根本打不开，也没有人能进去。他困惑地说，但我刚才……我打断他，你现在立刻去后仓库，不要问，也不要回头看。我自己则跑去调出监视器。厕所那条走道有一只角落摄影机，虽然画质很差，但能看见走道轮廓。画面里，我看见小刘站在第3间门前敲门，然后门自己慢慢打开了。从画面上看不到门后是谁，只看到黑漆漆一片。他探头看了一下，像是听到什么，点点头，然后转身往柜台方向走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他走回柜台前的表情一直都怪怪的。他的眼神没焦距，像是整个人失了魂。我立刻冲进后仓库找他，但他不见了。我跑出店门，巷子里也没有人。那天早上，他就这样消失了。手机放在柜台，包包也还在店里，监视器没拍到他离开的画面。报警了，警察来调查过，也看了那段影片，但他们说第3间门没开过，监视器里的画面是错的。但我知道不是错的，我亲眼看见门自己打开，小刘进去。几天后，店里的厕所整修，维修师傅拆掉那第3间门板时，在门缝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工读生排班表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几十个名字，其中一格被画了圈，那格上头的名字是小刘。但那张表的年份是2014年，我们店是2019年开幕的。故事就说到这里。厕所走道现在已经装了新的灯和门，但每一个夜班新人，我都会提醒他一件事，不要敲第3间的门。如果里面有声音，那不是谁在等你，而是他终于认出你了。打烊前的清单，不存在的商品编号。便利店的夜班工作其实挺无聊的，打烊前的那几个小时，常常没有顾客进门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核对货架上的商品数量，填写交接清单。我们的商品管理系统还是半手写的，每天要人工记录1次盘点结果，再输入电脑。多此一举，但也让我有机会发现一件，说不上来是错乱，还是某种诅咒的事。事情是从1个星期前开始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像往常一样，拿着表格走进货架之间清点。泡面区、饮料区、零食区，一切都没问题。直到我走到最靠近后门的角落，那里摆着一些过期特价品，有时甚至会混进快下架的测试商品。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商品条码，它是个外包装泛白的盒装便当，上面标着鲜制家庭式牛肉饭，价格是奇怪的41.70块钱。我们店里所有商品的尾数不是0就是5，从没出现过7的售价。我愣了愣，记下这个商品的代号 B71037，但心里隐隐感觉不对。这一整批便当共4盒，全都放在最底层。我翻了记录本，没查到这个编号，系统里也没有显示它的库存或进货记录。我试图问店长，但他只回了句，可能是其他分店错送的，不管它，
卖不出去就丢了。但我知道那不是其他分店的问题，因为第二天早上，当早班员工来交接时，我习惯性翻了那份清单，上面赫然出现了一笔新记录：便当 B71037 剩余3。是的，3。也就是说，有一盒卖出去了。但前一晚我整晚都坐在柜台，没看到有人买便当，更没听到微波炉声，而且那盒便当并没有在电脑收银记录上出现。那晚我没多说什么，只是把这件事记在心里。隔了2天，我在值夜班，这次的清单上多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编号 F92104， 写着茶叶蛋散装剩余2颗。我跑去热食区看，里面有2颗茶叶蛋，但我确定那是我自己放进去的，是快过期的清货品。但那个编号完全陌生。我翻了之前的手写记录，一模一样的代号曾出现在2年前的一张清单上。这怎么可能？我问老员工，他们只说那批编号早就不用了。我问谁填的这份清单，他们却说我多心了，是自己填的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这些不该存在的编号，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，也只有我能记得。我开始变得敏感，甚至有些偏执。只要清单上出现不熟悉的代码，我就会立刻去现场找货。有时能找到，有时找不到。当我找不到的时候，奇怪的事就发生了。有一次，我发现清单上写着冷藏区 B 格特配便当剩余1，代码 Z11900。我打开冷藏柜，看了整整5分钟，什么都没有。直到我蹲下身，从冷藏格的最底层抽屉里拉出一个几乎结霜的便当盒，那上面贴着我的名字，不是名字贴纸，也不是错字标签，是正规的商品标签，列印清楚，值班员工林启文，下面还有我的身份证字号。我愣在那里，头皮发麻，怎么会有人把我名字印上去？我不敢打开那个便当，只把它放回去，然后把冷藏柜封死，用封箱胶带绕了3圈。当天早上交班的时候，那个冷藏柜已经是空的了。我问早班同事，他说哪里有便当？我早上整理过，都是空的。你没看到有封箱袋吗？他摇摇头，没有啊，冷藏柜门根本没封。我再跑去看，那个柜子真的没封条了，里面只放着几罐过期的发泡水。那盒贴着我名字的便当，就像从来没存在过。我去查监视器，凌晨3点09分的画面里，我看到自己走向冷藏柜，打开它，然后我愣住了，因为我看见我自己从冷藏柜最深处拿出了一盒便当，打开，放进微波炉里加热。我看见我自己吃下去了，整盒吃光，然后微笑着坐回柜台，继续写清单。但我根本没有吃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只是封住那个柜子。这段影像根本不是我做的事，可是画面里的人就是我，甚至连动作都和我完全一样。我那一瞬间开始怀疑，这整间店是不是正在慢慢吃掉我？他先是丢给我错误的清单，引诱我去找不存在的商品，接着在清单里出现我的名字，然后在监视器里拍下另一个我，开始代替我行动。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。每次夜班后，我都会检查自己写的清单，看看里面是不是出现了新的编号，或是新的名字。昨天晚上，清单的最后一行已经不是商品资讯了，他只写了一句话：你今天要加班到凌晨4点，离开之前把你自己放进冷藏柜里。我本来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但我的手写字迹和那一行字一模一样。你问我现在还在不在那里上班？我不知道。如果哪天你半夜进了某家便利店，发现冷藏柜最底层有盒便当，上面贴着我的名字，别打开，拜托你别打开。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